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娱乐资讯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场让很多观众瞬间被拉回青春记忆的舞台重逢。谭松韵和王栎鑫时隔多年再次同台合唱《最好的我们》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嘉宾合作，而像是一次迟来的青春回信，让很多人听着听着就想起了当年追剧时的自己。南京的那一晚，舞台并没有特别复杂的设计，但当谭松韵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很多人心里都轻轻咯噔了一下，好像有什么被悄悄打开了。不是惊喜那么简单，更像是一种久违的熟悉感突然回来了。而当音乐响起，最好的我们的旋律一出来，我们几乎不用思考，就被拉回了那个已经很久没想起的青春片段。那一刻，舞台已经不只是舞台，而是一个时间的入口。10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对于演员来说，10年足够走过几段不同的人生阶段。但这一次，谭松韵和王栎鑫的同台，并没有刻意强调情怀这2个字，反而显得格外自然。他们站在一起，没有太多铺陈，也没有过多的语言解释，只是唱歌。可偏偏就是这种没有用力的状态，让人更容易动容。我们会发现，有些关系其实不需要刻意证明。曾经一起塑造过的角色，一起经历过的作品，本身就是最稳固的连接。10年之后，再站在同一个舞台，他们不是在复刻过去，而是在用当下的状态，重新走进彼此的人生片段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们听过很多回忆杀，但真正能让人沉进去的，并不多。最好的我们这首歌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它承载的不只是剧情，还有观众自己的情绪。教室、操场、天台，这些画面并不只属于剧中人物，也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青春记忆。当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听到的已经不只是歌词，而是那段曾经认真喜欢过、认真遗憾过的时光。很多人会在这一刻突然想起，原来自己也曾经有过那么单纯的心动，也曾经因为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次擦肩而过，在心里反复回味很久。青春题材最动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它有多轰轰烈烈，而是它足够细碎，足够真实。它像一本旧课本里夹着的纸条，也像放学路上不敢说出口的那句再见。谭松韵和王栎鑫站在舞台上重新唱起这首歌，观众感受到的不是刻意制造的煽情，而是一种很自然的时间回声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试图把情绪推到最高点。谭松韵的声线清澈柔和，王栎鑫的声音里有一种温暖的陪伴感，两个人合在一起，反而让这首歌多了一层多年以后再回头看的温度。年轻时听是遗憾，现在再听是释怀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首歌才没有随着时间变旧，反而在10年之后又一次变得鲜活起来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场会出现大合唱，大家不是单纯在跟唱，而是在用自己的声音回应那段回不去的青春。很多青春剧会被时间淘汰，但也有一些角色会慢慢沉淀下来。耿耿和陆星河大概就属于后者。他们并不是完美的人设，也没有特别极致的戏剧冲突，但正因为不完美，反而更真实。耿耿身上有一种很普通也很珍贵的亲近感。她不是高高在上的女主，也不是永远闪闪发光的天才少女。她会犹豫，会不自信，也会在青春里慢慢摸索自己的方向。正因为这样，观众看她的时候很容易看见曾经的自己。而陆星河的存在，则像青春里那个热烈又有点笨拙的人。他不是最稳妥的选择，却是最容易让人记住的那一种。喜欢的直接，付出的认真，哪怕结局未必如愿，也依然留下了很深的痕迹。很多观众对陆星河意难平，并不是因为他一定要得到什么，而是因为他的真诚太容易让人心软。所以当谭松韵和王栎鑫10年后再次同框，大家看到的其实不只是演员本人，而是那段没有完全落幕的情绪被轻轻重新翻开了。观众并不是真的要求故事被改写，也不一定非要一个所谓的大团圆结局。很多时候，只要看到他们还能站在一起，唱同一首歌，
就已经像给当年的遗憾补上了一句温柔的告别。这也是角色生命力最珍贵的地方。好的角色不会停留在剧播出的那一年，而是会在很多年后依然能被观众想起、讨论、心疼。耿耿和陆星河之所以没有被替代，是因为他们代表的不是单一人物，而是一整代人关于青春、喜欢和错过的共同记忆。当晚另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是状态，但这里的状态其实不只是外貌。谭松韵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她身上始终有一种很稳定的气质，干净、柔和，但又不单薄。她可以随着年龄增长多一点成熟感，但不会失去那种轻盈。很多演员在走过不同阶段之后，气质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。有的人变得更锋利，有的人变得更厚重，也有人慢慢和早期角色拉开距离。但谭松韵比较特别，她并不是一直停留在少女感里，而是把那种清亮、自然、没有攻击性的特质保留得很好。这也是为什么观众看到她时很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。她的美不是强烈压迫式的，也不是需要用夸张造型去堆出来的。她更像是那种越看越舒服的存在，笑起来有温度，眼神里有故事，但又不会让人觉得沉重。当她穿着简洁的蓝色裙装站在舞台上，整个人的氛围是柔的、亮的，也是很松弛的。这种松弛感其实很难得，因为娱乐圈的镜头总是放大一切，状态、年龄、造型、表情都会被反复讨论。但谭松韵给人的感觉是她并没有被这些讨论牵着走，她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出现，演戏、生活，和观众保持一种舒服的距离。所以大家说时间对她很温柔，不只是因为她看起来依旧年轻，而是因为她没有被时间磨掉原本的清澈。10年前，她让观众相信耿耿的青春是真的；10年后，她站在舞台上，又让观众相信有些美好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。这份状态比单纯的颜值更打动人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一次的热度并没有明显的营销痕迹，它更像是一种自发的扩散，有人发现场视频，有人剪辑片段，有人开始回看剧集。这种传播路径反而更接近真实情绪的流动。我们常说破防，但真正的破防并不是被强行感动，而是某一个点刚好击中了你。可能是一句歌词，也可能是一个眼神，又或者只是两个人并肩站着的画面。当这些细节叠在一起，情绪就自然发生了。如果只看表面，这是一场演唱会的嘉宾合作。但如果再往深一点看，它其实更像是一次关于作品生命力的验证。最好的我们这部剧并没有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，反而在某个节点被重新点亮。而演员之间的关系也从最初的角色搭档，慢慢变成了一种更长线的连接。这种连接不需要频繁出现，但只要再次出现，就足够有力量。它提醒我们，有些作品和关系是可以跨越时间继续存在的。我们为什么还会被这样的瞬间打动？也许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想完全告别的青春。当舞台上那首歌再次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在看别人，而是在短暂地看见了过去的自己，所以才会在不经意间被击中。如果这一刻也让你想起了某段青春记忆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心里的最好的我们。也别忘了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一起慢慢聊这些还没说完的故事。